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为何成毅的角色总让人陷进去？氛围感的本质是什么？是皮囊的胜利，还是灵魂的共振？当观众形容一位演员自带氛围感时，究竟在赞叹什么？是光影氤氲的画面，是惊鸿一瞥的惊艳皮香，是衣袂翻飞的飘逸，是举手投足间流淌的气韵，还是角色立于天地间的一抹剪影？或许这些皆是表象，真正的氛围感是角色从骨血中透出的气场，是角色命运与观者灵魂的共鸣，是观众透过角色窥见另一个鲜活人生的惊鸿一瞥。而演员成毅无疑是营造角色氛围感的高手，他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从故事中自然生长出的生命体，令观众深陷其中。为何成毅的角色总让人陷进去？为何成毅塑造的角色总能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让观众不由自主地陷进去？无论是司凤的隐忍破碎，应渊的清冷克制，还是李莲花的市井禅意，这些角色无需冗长的台词，仅凭借一个眼神，一次转身，便能将观众拽入他们的命运漩涡。有人将这种魔力归因于成毅古典皮香的先天优势，有人感叹是其演技的精准投射。但若深究其本质，氛围感的终极答案，或许藏在他对角色近乎偏执的献祭式演绎中。他以皮香为纸，仪态为墨，演技为笔，将灵魂一寸寸揉进角色的肌理，最终织就一场令人屏息的生命共振。氛围感的外在基石。皮香之美，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梦幻之境。氛围感的起点是角色与观众的第一眼对话。成毅的五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浓墨重彩，而是以清俊线条勾勒出含蓄的韵致。眉骨微挑却不凌厉，鼻梁高耸却不陡峭，下颌收束如工笔描摹，既有古典文人般的温润感，又能承载现代审美的张力感；既有冷冽仙人般的疏离感，又能诠释市井生活的烟火感。这种介于出尘与烟火之间的独特气质，成为他塑造角色的天然优势。造型团队亦深谙少即是多的美学真谛，秉持减法哲学。沉香如屑中应渊帝君的白发造型，以及剪银钗束发，额间一抹朱砂将神性凝练至极致；而莲花楼中的李莲花，素衣不衫，发带垂肩，便将江湖侠客的沧桑与通透化作视觉语言。这些设计摒弃繁复堆砌，专注于放大角色内核，让角色赋予衣装灵魂。成毅的面部轮廓在光影交错间极具叙事性。与军歌中其艳丽于深宫阴影下的半张侧脸，苍白肤色与红色长袍形成强烈对比，将权谋者的孤独与挣扎凝固成一道剪影。莲花楼中李莲花在四顾门地道转身，摇曳火光勾勒出她清瘦侧影，青灰色布衣半身浸没于阴影中，下颌线紧绷的弧度与脖颈间垂落的发丝构成微妙张力，将10年隐忍清醒与中的释然的惘然凝固于转身刹那间那一声未出口的叹息。仪态之魂，古香与气息间的角色烙印。若说皮香是氛围感的画布，仪态便是泼墨其上的第一笔。成毅对身体的掌控力早已超越形似层面，直抵气韵之境。他的仪态设计从不依赖夸张的肢体语言，而是通过脊柱弧度、呼吸节奏甚至指尖震颤的毫厘级差异，为角色注入独一无二的生命密码。在莲花楼中，李莲花的松弛感堪称教科书级演绎。斜倚门框时脊柱微曲的慵懒，执剑时拇指无意识摩挲剑柄的惯性动作，甚至咳嗽时肩胛骨颤动的幅度，皆将病若隐士的形散神不散刻画入微。而当他骤然展露昔日剑神李相宜的风采，执剑时腕骨如铁，挥袖时指尖似柳，腾跃时腰腹发力如弓弦紧绷，落地时足尖轻点如蜻蜓触水，
这并非武术指导的机械复刻，而是将武侠意境注入每一寸肌肉的记忆。3. 神氛围感的内在精髓，演技之和，微观表情编织的情绪密网。真正的氛围感，绝非静态的美如画，而是动态的情感涌动。程毅的表演如同一台精密仪器，能用微观表情编织出情绪的经纬。在琉璃中，他仅用眼神便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情感叙事，初遇玄机时的懵懂期许，得知真相时的瞳孔震颤，决裂时的泪中带笑，每一帧都是角色灵魂的切片。沉香如屑中，应渊帝君压抑爱意的挣扎，被他化作喉结的微动，指尖掐入掌心的力度，甚至睫毛垂下时投在脸颊的阴影。无需台词，观众已读懂一场神性与人性的战争。他更擅长用反向表演引爆张力。莲花楼里莲花面对旧爱乔婉冕大婚时，没有痛哭嘶吼，反而以一抹浅笑，一个回眸，一瞬颤动的瞳孔，将暗涌、挣扎与释然演绎得摧心裂肺。这种哀而不伤的留白，恰似中国画中的飞白笔法，让观众在寂静中听见惊雷。心法之境，肉身渡魂与人性共情的超维共鸣。程毅最致命的氛围感武器，在于他总能在角色命运中叩击时代情绪。他饰演的人物往往带有强烈的殉道者色彩，与司凤以时事痴情对抗天命桎梏，应渊为苍生自囚于责任枷锁，李莲花在江湖浪迹中完成对英雄主义的解构。这些角色与其说在演戏，不如说在替现代人完成一场精神突围。在莲花楼的种萝卜名场面中，李莲花放下天下第一的虚名，蹲在泥地里专注培土。程毅的处理毫无表演痕迹，挽袖浇水的自然动作，望向嫩芽时眼角的细纹，以及看向新生的松弛状态，将放下的哲学化作具象的生活场景。观众看到的早已不是演员程毅，而是千万人心中那个求而不得的自己，那个隐忍前行的凡人，那个与命运和解的勇者。这或许正是他让角色活成一场现象的终极心法：以戏为舟，渡人渡己；以脚为镜，照见众生。4. 道程毅表演美学的启示。程毅的表演美学，恰似中国画中的古法，用笔形可简，骨臂力，气要足，神须至。他用皮香作引，仪态为骨，演技画脉，心法铸魂，将每个角色淬炼成通往人性深处的密道。在当下娱乐行业，众多演员追求流量与快餐式作品时，程毅以对表演的敬畏之心，专注于角色塑造，为行业树立了标杆。他的成功表明，真正的演员不应只追求外在的光鲜，而应深入角色灵魂，用扎实的表演功底和对表演的热爱，为观众呈现有深度、有温度的作品。5. 双向奔赴的灵魂献祭。当观众为荧幕幻象驻足时，或许早已分不清，究竟是程毅活成了角色，还是角色借着程毅的躯壳在人间重生。这种演员与角色双向奔赴的献祭，才是氛围感最深邃的魔力。江湖夜雨10年灯，程毅的每一场表演都在证明一件事：当演员将灵魂典当给角色时，观众自会以真心赎回。